蒲松齡寫的不是鬼，是你心裡的貪嗔癡。你以為《聊齋志異》只是本鬼故事集，近500篇小說，狐狸、妖精、鬼魂、神仙輪番登場，寫得陰風陣陣。可今天若重新翻開，用佛學的眼光再讀一遍，你會發現一件讓人脊背發涼的事。蒲松齡寫的根本不是鬼，那些從牆縫裡鑽出來的，從墳頭站起來的，從畫皮底下變形的，沒有一個是獨立存在，它們全是種子現形，是主人公心底埋藏已久的貪、嗔、癡，待到因緣和合，便從意識深處浮出水面，反過來將人自己吞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今天咱們聊《聊齋志異》。前幾期用佛學解構名著，我們拆過《鏡花緣》的時令錯位，《紅樓夢》的情執，《西遊記》的心源，當下的力量的小我。這次換個方式，不再盯着長篇小說的主角，而是打開短篇故事的百寶箱，把那些看似光怪陸離的小故事一個個拎出來，用唯识学的顯微鏡照一照，你就會發現蒲松齡根本不是在寫志怪，而是在寫病例。500個病例，每一個都是執着的臨床樣本。這話聽着或許有些衝擊，很多人從小聽聊齋，印象裡全是奶奶晚上講的怪談。有天夜裡，書生路過墳地，看見驚悚、懸疑、香豔。可一個作者花30-40年寫500篇東西，難道只為嚇人？嚴肅作家絕不會為嚇人寫這麼久，他一定是借鬼的外殼，裝些更難直說的東西。先說蒲松齡這個人，要懂一本書，先得懂寫書的那只手。蒲松齡生於公元1640年，山東淄川人，19歲參加童子試，縣府道3場全拿第一，一舉成名。剛成年時，整個山東都傳他是神童，他自己也覺得鄉試、會試、殿試一路登天是遲早的事。結果這位神童從19歲一路考下去，考了50多年，48歲鄉試，因卷子裡寫錯一個格子被直接處落。51歲再考，又因故沒考完，直到71歲才勉強熬到一個岁贡生的名頭，那不是考上的，是按資歷排队熬出来的。50多年什麼都沒改變，唯有一件事他始終在做，寫《聊齋志異》，從30歲寫到60多歲，30多年，近500篇。你想想這畫面，一個才華橫溢的人，被科舉系統反覆摩擦半輩子，每次都差一點，又每次都落選，心裡那口氣出不來，又不能直接罵皇帝、罵考官，便把看到的一切，貪官、狗腿子、鑽營之徒、被摧殘的百姓、扭曲的人心，全寫成了鬼故事。所以《聊齋》裡最恐怖的，從來不是鬼，是人。鋪墊完了，進入正題，我挑3個大家都熟的故事，你會發現這3個故事裡的鬼，本質上就是你心裡的3顆種子。第一個故事，畫皮。太原有個王姓書生，早上出門散步，路上撿到個小姑娘，姑娘楚楚可憐，自稱是大戶人家小妾，被正妻欺負，無處容身。王生見她漂亮，心花怒放，帶回書房藏起來。2人纏綿相歡，王生春風得意。過了幾天，王生在街上碰見個道士，道士一見他臉色大變，說他身上有妖氣。王生心裡不服，家裡那是美人，怎會是妖？他不信，回家後偷偷從窗縫往書房看，這一看魂飛魄散，房裡哪有什麼美人，只有一只青面獠牙的厲鬼，正把一張人皮鋪在床上，拿毛筆一筆一筆畫眉眼。畫完，厲鬼把皮一抖，披在身上，瞬間變回那個讓他魂不守舍的美人。王生嚇得去求道士，道士本不想傷鬼，給了把拂塵讓他自己擺平。結果當晚厲鬼徑直衝進屋子，挖走他的心，揚長而去。故事大意就這麼簡單。重點在哪兒？重點在於王生從頭到尾沒一次看見那個女人本身，他看見的是自己心裡那顆色欲種子向外投射出的一張畫皮。用唯识學講，這叫遍計所執。在背後推着他跑的是莫那識，莫那识不看外面是什麼，只看我想要什麼，意識就照着這個我想要的往外畫。所以王生看到的姑娘從來不是真實存在，只是他色欲種子的投影。那張畫皮不是鬼畫的，
是他自己畫的。最恐怖的是，當投影成熟飽滿，會反過來把創造它的人吃掉。種子不只給你甜頭，現行到某個臨界點就會吞噬宿主。你以為在享受豔遇，其實是在餵養一個終將挖走你心的東西。今天看短視頻裡那些濃妝豔抹、濾鏡拉滿的網紅，你覺得他們是真人嗎？他們就是被用戶的慾望種子一點點畫出來的畫皮。刷的時候以為在看人，其實看的是自己心裡未被滿足的幻想。每次點讚、停留、下單，都是在把心裡那顆心一點點挖出來，送給那張畫皮。畫皮的故事300多年前就寫完了，卻從未過時。再想一層，蒲松齡更狠的地方在於，他把解藥也寫進去了。最後，王生的妻子陳氏怎麼把丈夫救回來的？靠法術嗎？不是，是靠她忍着屈辱去市集上跪求封乞丐咽下一口濃痰。為什麼這口痰能變成丈夫失去的心？因為陳氏那顆心是她用自己的羞恥、忍辱和無條件的愛生出來的。這是一顆真心，一顆畫皮畫不出來的心。蒲松齡在此留了一個很深的留白：虛假的慾望能挖走你的心，真實的愛卻能替你長出一顆新的。這便是畫皮的底層結構。看見畫皮，看見畫皮背後的自己，再看見什麼才是真心。第二個故事，促織。明朝宣德年間，皇帝愛鬥蟋蟀，朝廷每年要各地上貢。華陰縣有個老實巴交的讀書人叫陳明，被狡猾的胥吏暴充李正，攤上了收蟋蟀的差事。他自己捉不到好的，只能傾家蕩產去買，結果越來越窮，被打得半死。這時他9歲的兒子偷偷打開父親辛苦捉到的蟋蟀盆，蟋蟀跳出來，兒子一抓，腿斷了，肚子破了，死了。兒子嚇壞了，跑出去，最後被人從井裡撈了上來。撈上來時已經氣息奄奄，半夜才緩過一口氣，人卻痴痴呆呆躺着不動了。陳明守着這樣一個兒子，絕望至極。而兒子的魂魄已經附在一隻小蟋蟀身上。這蟋蟀又瘦又小，看着不起眼，卻善鬥，能以弱勝強。他被一級級送上去，最後獻給皇帝。皇帝龍顏大悅，重賞各級官員。最底層的陳明家從此有田百頃，豪宅錦衣，比世家大族還排場。家裡富了，可那隻在金籠子裡替全家搏鬥的蟋蟀是他兒子。這故事的精妙之處在於把異化講到了骨子裡。什麼叫異化？你拼命追求的東西，最後變成了你自己。最小的官為討好皇帝要供蟋蟀，普通百姓為保家庭要教蟋蟀，9歲孩子為被系統接納要變成蟋蟀。鏈條上的每個人都不再是人，而是系統裡的零件，一隻昆蟲。這是什麼？是貪的終極形態。貪最深的一層不是我想要更多，而是只要能要到，我願意變成任何東西。你以為在追逐某樣東西，走着走着就會發現你就是那樣東西。追一輩子錢就變成錢的度量，追一輩子名就變成別人眼裡的標籤，追一輩子權就被權力重塑成他需要的形狀。蒲松齡把這機制冷冷放進了一隻蟋蟀裡，9歲孩子變成蟋蟀替全家打官場的仗，家裡的金銀是用他的魂換來的。這就是共業，這就是因果，這就是為什麼《法華經》裡說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。你以為進來搞點實惠，其實一進來就已經是財貨了。今天很多家長給孩子規劃未來，其實就在重演陳明家的劇本，只不過不是上供蟋蟀，是上供簡歷、獎狀、成績單。7歲的孩子報5個課外班，每一個都是為了萬一哪天能上去搏一搏。等長到25歲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人還是一份簡歷了。魂魄在哪兒？或許已經在某家公司的金籠子裡，日夜為一份根本不知為何要爭的排名搏鬥。這就是共業的現代版，不是某一個人貪，是整個系統在一起貪。每個人都不得不貪，因為你不貪，孩子就被擠出去。每個人都痛恨這遊戲，卻又都是推着遊戲往前走的那只手。第3個故事，嶗山道士。有個年輕人也姓王，蒲松齡筆下主角多姓王。
這姓在中國實在太普通了。這個王生不想過尋常日子，想學仙術，聽說嶗山道士會神通，背上行囊就上了山。山上師傅一看便知他吃不了苦，但還是讓他進門。每天功課不是念經打坐，是砍柴。王生砍了1個月，手上起了厚繭，心裡開始煩。我是來學神通的，又不是來當樵夫。他要走，臨走前賴着不放。師傅，你好歹教我點什麼，這1個月不能白砍柴。師傅看他那樣，說好，教你一招穿牆術。王生學會穿牆術，興高采烈回家，一進門就向妻子吹噓，我在嶗山學成了神仙本事，牆都擋不住我。妻子不信，王生說，你看着。他後退幾步，鼓足氣往牆上一衝，咚的一聲，額頭撞出個雞蛋大的包。故事結束。乍一看好像是講人別耍小聰明，要肯吃苦，可用佛學眼光看，這是關於精神貪欲的寓言。王生不是不修行，是要走捷徑。他想要的不是道，而是能夠穿牆的我，一個比鄰居、妻子、所有人都厲害的我。他學到的動機是把我做得更大、更閃亮。這在佛學裡叫什麼？叫我執穿着修行的外衣，比貪財、貪色、貪名更隱蔽。因為你已經上山打坐念經了，可修行的目的卻是讓那個我變得更厲害。嶗山師傅其實早看穿了，他教穿牆術不是傳真功夫，是上一堂課。你心裡那個沒放下的我，就是那面牆。在山上時，他被你用修仙的清高包起來，下了山一得意，他立刻現形，然後這個我會撞得你頭破血流。師傅這份慈悲，蒲松齡寫得特別克制，他沒讓師傅訓斥王生，也沒讓王生在山上摔倒，他讓王生穿牆穿得有模有樣，下山一路得意，直到在最親的人面前，最想顯擺的那一刻，才摔個大包。這一筆太冷靜了，有些課必須在你以為自己贏了的那一刻才能學會。想想自己的人生，有沒有過這種時刻？練了許久的某種能力，信心滿滿拿出來用，結果在最得意的地方栽了跟頭。不是你能力不夠，是你想用它證明我很厲害的那一念，瞬間把它變成了牆。這就是嶗山道士的現代版。所以你看，聊齋裡的鬼有3個層次，最淺一層是色欲的鬼，畫皮，看似外來，實則自身；中間一層是貪欲的鬼，觸肢，追逐所求的人，最後變成所求的形狀；最深一層是修行路上的鬼，嶗山道士。你以為在上山，其實只是帶着更精緻的我，走進了一座更大的牢籠。這就是貪嗔癡。貪是表，嗔是反面，癡是底色。3顆種子攪在一起，每一個都會開花結果，每一個都會反過來吃掉你。而且你注意到沒有，這3個主人公裡有2個都姓王，這不是偷懶。在明清小說裡，王生就是最普通的男性讀書人代號，相當於今天說小王。蒲松齡是在告訴你，畫皮裡的王生，觸肢裡吹角蟋蟀的陳明，嶗山上怕砍柴的王生，都是你，都是我，都是每一個在這世間走過一遭的普通人。他們的貪嗔癡不是因為特別墮落，而是因為他們是人。佛陀說3毒是眾生底色，不是少數壞人的專利。蒲松齡用500個故事把這句話翻譯成了中國明清社會的白話版。所以今天若重新打開《聊齋志異》，你會看到什麼？你會看到一個被科舉系統摩擦了50年的老頭，坐在山東淄川的油燈下，用一支筆冷靜地給整個世間做了500份執着的解剖報告。每一篇都是一顆種子，每一顆種子都在等它的現形時刻。而今天的你我讀這些故事，不是在看古人奇文，是在照鏡子。你刷的每一個短視頻都是小型的畫皮，你為頭銜、學區房、孩子排名拼命到扭曲的時刻，都是微型的觸肢。你每次打開冥想軟件、買修行書、參加靈修營，卻發現我反而更大，更容易被刺痛，那就是你的嶗山道士時刻。蒲松齡寫了500個故事，不用全看完，只要認出其中一個有你自己，這本書就讀進去了。
當然，我今天講的只是一個切入角度，聊齋裡也有大量關於至情、慈悲、知音的故事，比如聶小倩、殷寧、小翠，那些故事裡的鬼反倒比很多活人更像人。聶小倩本是被妖物脅迫害人的女鬼，可遇到清清白白不貪她美色的寧采臣，反倒生出想做人的心。殷寧是山裡狐女所生，笑起來沒規矩，卻把世間所有城府算計都笑化了。小翠也是狐女，為報恩陪痴傻少年走過最難的那幾年。這些鬼心裡種下的不是貪嗔痴，是報恩，是笑，是一份說不清的純粹。蒲松齡的意思是，重要的從來不是你是人還是鬼，是活是死，而是你心裡埋着什麼種子。披着人皮的貪欲才是真正的鬼，裝在鬼身上的真心才是真正的人。所以有個問題想留給你，活人的心和鬼的畫皮到底差在哪兒？是皮相之下的那顆真心嗎？還是你敢不敢讓自己心裡那顆種子被另一個人看見？如果你讀過《聊齋》裡最打動你的那一篇，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是哪一篇，它猜中了你心裡的哪顆種子。也可以告訴我，你覺得蒲松齡寫的是鬼，還是在寫那個被科舉折磨了一輩子的他自己？這個問題我也想聽聽你的答案。好了，今天就到這裡，我是王禮傑，我們下期見。